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海面上遭遇了致命冰山。此后的2个小时40分钟里，巨轮在海水中缓缓沉没。那些未能登上救生艇的人，经历了船体断裂与剧烈倾斜，数百人从甲板坠落，感受海水无情灌入船舱的每一个瞬间。据多位幸存者回忆，当时并未出现歇斯底里的尖叫，更多的是低语、祈祷与难以言表的沉寂。他们在静默中迎来了那不可逆转的终局。这是超过1500条生命被海洋吞没的开始。千红一哭，万眼同悲。关于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新闻和电影，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从它沉没的那一刻之后的事情。因为对船上的乘客来说，一切从这里才真正开始。1912年，47岁的阿斯特4世与他19岁的妻子玛德琳新婚才1年。他是当时的世界首富，不光继承家族房地产帝国，还自己撰写了科幻作品《2个世界之旅》，设想人类在木星和土星的未来生活。这本书直到现在还有众多的读者。他还兼具企业家、作家、发明家、军人等多重身份。夫妻俩因阿斯特为了小28岁的娇妻与前妻离婚而备受八卦舆论的困扰，因此他们特意选择了去欧洲和埃及度蜜月。搭乘泰坦尼克是为了让怀孕5个月的妻子可以赶在生产前回到美国的住所。事发深夜，约翰陪着妻子穿上救生衣，亲自把她送到救生艇旁。他对船员说，他身体不好，我能不能一起上？船员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只能给妇女上船。他没有争辩，只是帮妻子盖上毛毯，吻了她的手，把帽子压了压，然后转身离开。幸存者看到他最后一刻是在和几位绅士站在甲板上抽烟。仅仅半个小时后，船便沉没了。他的遗体被找回时，身上带着金表、钥匙、笔记本与一张未寄出的明信片。妻子玛德琳于4个月以后诞下了约翰·阿斯特6世，后者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的父亲遇难时使用的金表。他继承了父亲的部分遗产，主要资产还是转移到了由阿斯特4世与前妻所出的长子阿斯特5世手中。根据阿斯特的遗嘱，他的年轻妻子可获得每年约20万美元的信托收入和豪宅使用权，条件是不得再婚。但几年后，他便放弃了收入，再婚了2次，是当时花边新闻的常客。最终，他安静地在佛罗里达结束人生，年仅46岁。夫妻俩都是德裔犹太美国人，他们是当时世界第2首富。丈夫伊西多·斯特劳斯67岁，是美国众议院前议员和梅西百货共同创办人之一。妻子伊达·斯特劳斯63岁，他们结婚已经超过40年，一直形影不离。当船难发生时，伊西多虽为男性，但作为老人，他被允许使用救生艇，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在还有妇女与小孩等待的情况下先上船。妻子伊达的选择更为坚定，她让女仆独自登艇，并将自己的毛皮外套披在女仆身上，说：“你会比我更需要这个。”然后转头说了一句船员与乘客皆记得的话：“我这一生从未离开过我的丈夫，这一次也不会。”夫妻俩最后一次被看到时，他们正坐在甲板的一张木质长椅上，紧紧相依。船沉后，仅丈夫伊西多的尸体被寻回。他们的故事感动了整个美国。在灾后不久，纽约市为这对夫妻建立了一座小巧的纪念公园——斯特劳斯公园，位于他们的住所附近曼哈顿上西区的一隅。而在梅西百货总部，也有一块由员工自发捐资设立的纪念名牌，上面刻着：“他们生而美丽，死亦荣耀。”
他是美国钢铁与矿业巨头的继承人。那晚陪在他身边的并非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法国情人林曼丁。当晚，古根海姆坚持要林曼丁与他的仆人艾玛先上船。看着女士们的救生艇顺利离开后，古根海姆把自己的救生艇位置让给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性，然后转身走开。照顾他们的服务员后来幸存了下来。根据他的回忆，古根海姆回到舱房，脱下救生衣，与仆人维克多换上了晚礼服，还戴上了大礼帽，并在胸前插了一朵玫瑰花。最后，他让仆人轻轻地把门关上。临别前，他对服务员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像绅士一样死去。”他留下一句嘱托：“若我没能平安返回，请告诉我在纽约的妻子，我已尽了我的责任。”不久之后，服务员被叫去协助划桨。离开甲板前，他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古根海姆与维克多静静坐在主楼梯大厅的躺椅上，一边抽雪茄，一边喝着白兰地，仿佛只是等待下一场舞会。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身影。古根海姆是泰坦尼克号沉没事故中最著名的罹难者之一，不仅是因为他的财富，还有他从容而绅士的死亡美学。他死后，妻子继续抚养孩子，经营慈善事业，维持着古根海姆太太的身份，直到安静去世。而当晚与他同行的情妇林曼丁幸存之后，回到了巴黎，换了个名字，低调生活。他是白星航运公司的头号王牌，航行经验超过40年，被称为百万富翁的船长。因为财阀、名流、政治人物等头等舱的常客都点名要坐他开的船。泰坦尼克号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段航程。他时年62岁，有一张严肃的脸和一把修得整整齐齐的白胡子。这趟航行本应是他功成身退的纪念。撞上冰山之后，他做出了一系列的行动。他下令关闭舱门，启动无线电，准备救生艇。让妇女和儿童优先上艇的原则也是出自他的命令。然后他巡视了船上的重要舱室，还跑遍救生艇，以确保乘客的逃生秩序。最后有人看到他的时候，他站在船桥顶端，双手背后望着船头沉没。他的遗体从未被找回。人们争论他该不该为这场灾难负责，因为毕竟是他让船速过快导致事故发生。而且根据记录，其实泰坦尼克号在事前早已接获过多次冰山警报，但那个季节有冰山警报是很正常的。原本船上的瞭望台发现后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转向避开冰山的，但那晚有个疏忽大意的值班人员将望远镜锁在了抽屉里，并把钥匙也带走了，这才是事故开始的源头。正因为船长经验丰富，才敢于高速前进。当船沉没时，他选择留在了甲板上，履行自己最后的职责。他用死亡为他的决策画上了句点。在他的家乡英格兰的斯塔福郡，后来建了一座雕像，上面写着“做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他是泰坦尼克号的原始图纸设计者之一。这艘船的骨架、舱壁、甲板与救生艇配置都是他亲手画出来的。他时年39岁，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才气出众，温文儒雅，在造船工人眼中是唯一愿意下船舱了解一根铆钉的人。泰坦尼克号首航，他受白星航运委托登船。这趟本是庆功之旅，也是宣传之旅。船遇难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泰坦尼克号即将到来的命运，于是大家都看到他拿着图纸在各甲板间奔走，指挥水手打开舱门，组织逃生。他最后被目击到是在船沉前半小时站在吸烟室里，救生衣和西装外套脱下，领带解开，坐在沙发上，面前放着他那张折叠过无数次的船图。他的尸体从未被寻获。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关于泰坦尼克密封舱的上部其实是相通的这一致命设计，但要知道这是1912年，在那个时代，海运工程有着一套技术成熟却过于保守的造船标准，
大多数船难只会造成局部破损，几乎不可能导致连续多舱进水。当时的英国皇家商务部法规并未强制要求防水舱壁封顶，甚至连救生艇也仅需按可能损坏程度配置数量，不必覆盖所有乘客与船员。所以我们必须说明，泰坦尼克号的设计不但完全符合当时的国际安全标准，还比当时多数的远洋客轮更坚固、更稳定、更现代。这艘船的沉没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在风险意识上的局限，而这场事故也推动了整个国际航运标准的全面修订。关于这点，我们将在最后详细说明。这是一群无声而又默默付出的英雄。泰坦尼克号上约有900名工作人员，其中近700人罹难。他们的存活率是所有人群中最低的。最典型的是工程师部门，他们负责维持船舱深处的动力与照明，即使在船体已明显倾斜，海水不断涌入时，他们依然留守在底层机舱，持续运作发电与抽水系统，最终全员阵亡，无一幸存。在事故发生后，世人并未留意这些人的存在，但随着对事件的深入研究，人们才逐渐明白，若不是他们坚守到底，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应该在海面上坚持不了2小时40分钟。这也意味着罹难者的数字将远不止于此。除了工程师以外，船上的乐队也是全员覆没却至今为人所铭记的团队。他们本是受雇为头等舱演奏的音乐人，当救生艇一艘艘下放，整个惊慌失措时，他们站在寒风中，坚持演奏到最后一刻，尽其所能地抚慰人们的恐惧。乐团领队华莱士才刚刚订婚，他的小提琴目前藏于贝尔法斯特的泰坦尼克博物馆展出，它有2处明显裂缝，已经无法演奏。泰坦尼克号上的乐队也成了当晚最令人动容的传奇之一。而除了这些，还有无数工作人员在默默承担他们的责任，像是在锅炉房与蒸汽舱中维持压力的司炉工，留在无线电室发出最后一封求救信号的电讯员，留守驾驶室协助转舵直到船尾断裂的舵手等等。有一位幸存者回忆，那晚他亲眼见到一位不到20岁的年轻男孩曾来到他们的救生艇旁，一直哭着恳求船员让他上船。艇上的妇女也已为他腾出了空间，但那位船员却说，好好的做个男人，这艘救生艇是留给妇女和孩子的。男孩听完后没有再求情，只能默默地转身离去。这样的场景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全船乘客中，妇女与儿童仅占1/3不到，但在幸存者中人数却超过了1半。这虽然也意味着仍有许多妇女与儿童未能获救，特别是在3等舱，但若没有船长的命令与船员的坚守，形成了一套在危机中权威的逃生秩序，光靠绅士风度和道德的自我约束，这样的结果是无法实现的。好，罹难者说的差不多了，现在让我们说说幸存者。他是那艘船上地位最高的人之一，不仅是白星航运公司的常务董事，还亲自参与过泰坦尼克号的设计与宣传。当船与冰山相撞后，他是第一批得知事故的人之一。根据现存记录，他立即前往甲板，参与初步的疏散与救生艇指挥，并多次询问船长是否需要更多的协助。他也曾亲自搀扶妇女登上救生艇。最后7号救生艇即将降下，而舱中仍有空位时，他跳上了这艘小艇。这个举动保住了他的性命，但也为他带来了无法清洗的指责。事故发生后，他出现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参与事故调查。面对接连的质问与传媒围攻，他情绪一度失控，在庭上喊出，我知道我已经被诅咒了。虽然调查后美国官方表示不会对他提出任何指控，但社会舆论从未放过他。美国的各大报纸分别给了他胆小的指挥者和不该活着的生还者的称号。而事实上，人们后来发现，
他在职期间一直试图积极赔偿受害人的家属。次年，他辞去白星公司董事职务，远离世俗，搬至爱尔兰西部的乡间庄园隐居。从此，他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也不再踏上任何船只。据说，他每日清晨都在庄园小径独自散步，从不与邻人交谈。1937年，他在家中病逝，享年74岁。布朗夫妻俩皆出身贫寒，玛格丽特的少女时期还曾在烟草公司当过拨烟女工。她看上了同样贫穷但头脑灵活的詹姆斯·布朗，两人婚后7年，詹姆斯靠着矿业开采在科罗拉多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成为丹佛声名显赫的新钱阶级。这个词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带着几分轻蔑，也带着几分敬畏。1912年的春天，与丈夫分居的玛格丽特正陪同世界首富阿斯特夫妇时，突然接到了孙女在美国病重的消息，于是她临时改变行程，购得了一张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船票，从而成就了她永不沉没的茉莉的称号。她因登上6号救生艇而幸免于难。大船沉没后，玛格丽特不顾救生艇舵手希金斯的反对，要求返回沉船现场搜救落水乘客。两人为此发生了争执，尽管最终未能说服全部人，但目击者与历史记录均证实他是艇上唯一保持清醒、持续鼓舞士气的人。他真正为人称道的功德，是在赶来救援的卡帕西亚号上立即组织募款活动，为3等舱孤儿与失去一切的乘客筹措金钱与衣物。他不眠不休地走访船舱，记录难民的名单、家乡和需求，在上岸前就完成了一份用来联系家属与支援者的清单。他在纽约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我们的社会不能再用票价来区分人命了。他用自己的名望与财力建立了泰坦尼克灾民基金会，为需要的幸存者提供住宿、转职安排与心理医疗支援。在1年内筹得超过1万美元，相当于当年一般工人20年的年收入。她在1932年去世前一直以豪爽和真性情闻名，是上流社会中较少拘泥于形式的女性。她拒绝为那个时代的泰坦尼克电影配音，也从不参与任何以商业为目的的相关活动。今日，她的宅邸改为莫里布朗之家博物馆，那里仍保留着她为幸存者记录资料所用的文具和木桌，成为了她人道精神的实物见证。贾克琳非常幸运，她因醉酒而得救。事故发生时，她33岁，担任泰坦尼克号的首席面包师，底下带领13名面包师组成的团队。当船撞上冰山时，她正下班休息，听闻船舱进水后，第一时间便赶往面包房，指示全体人员每人带着4条面包，为救生艇提供应急粮食，总计40公斤。虽然她一直协助女乘客登上救生艇，并被指派为舵手，但他放弃了上艇，然后回到了寝室，喝了一大杯白兰地来迎接最后时刻。之后，他在甲板上经历了船体断裂。根据他的证词，船上从未关闭过任何逃生通道。船体倾斜沉没的时候，除了他之外，所有人都被扔进了甲板里，大约有数百人重重地摔在了一起。由于船体朝下，贾克琳爬到了船尾甲板的右舷，抓住最外围的安全栏杆跨越过去。这样，当船尾沉进海底时，他就在船外的最高点。当泰坦尼克号终于沉没时，贾克琳就用膝盖骑在安全栏杆上。他描述船尾并没有达到90度垂直，只是滑行下去而已，感觉好像在搭电梯，连头发都没弄湿。因此，他是最后一位离开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进入摄氏零下2度的海水后，普通人10分钟便会因为失温而昏迷甚至死亡，但他却在海中漂浮了2个多小时，最终靠近一艘已翻覆的 B 号折叠艇。由于翻覆的船底上已经满载求生者，所以他只能抓住侧边漂浮，并在拂晓时成功转移至另一艘救生艇。他上船时意识清楚，脉搏正常，甚至还抱怨在艇里比在水里还冷。这样的奇迹生还
让他成为听证会上最受瞩目的证人之一，被称为最乐观的幸存者。医学界普遍认为，是他常年在高温厨房工作的体魄与神经系统的稳定，让他撑过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极端环境。再后，他并没有像大多数幸存者一样余生不再搭乘船只，而是继续在不同的远洋邮轮上担任面包师，并于1930年代移居美国，在宾州从事烘焙教学。1956年，他因肺癌去世，死亡证明上的职业是泰坦尼克号上的面包师。1912年，他只有6岁，刚刚随父母结束了阿尔及利亚的旅行，搭乘泰坦尼克号踏上归途。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克是来自纽约的银行家，家境优渥。撞击发生的那夜，一家3口在混乱中被召集至甲板，最终成功登上救生艇3号。据说小罗伯特被带出房间时，保姆跟他说是去看星星，他睡了一整晚，隔天醒来时已在救生艇上，对前一晚的灾难浑然不觉。今天人们对罗伯特最深的记忆来自一张布朗神父拍摄于当年他和父亲在一等舱甲板上玩陀螺的照片。这是一帧充满天伦之乐的和谐画面，却也成为灾难前夕最后的宁静。然而仅仅3年后的1915年夏天，小罗伯特在缅因州度假期间被一辆汽车撞倒身亡，年仅9岁。当年汽车并不多见，他逃过了海难，但还是未能避开命运的另一个意外。他的父母从此再也没有真正走出失子的阴影。父亲弗雷德里克在3年后病逝，年仅50岁，而母亲玛格丽特则独居至老。他为小罗伯特所写的绘本《宝拉的泰坦尼克号北极熊》原是献给儿子的圣诞礼物，后来成为了研究那场悲剧最珍贵的史料之一。细野正文是泰坦尼克号上唯一幸存的日本乘客。1912年，他28岁。作为日本农商务省的技师，被派往欧洲考察，在归国途中搭上了泰坦尼克号。他所居住的2等舱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传教士、中产阶级与技术官僚，虽无头等舱的奢华，却也非常气派。撞击发生的那晚，细野正文依照指示穿上救生衣，当船员喊出救生艇还剩2位时，才被允许上艇，最后得以生还。然而随着唯一幸存者的日本人这一身份浮出水面，他逐渐成为舆论焦点。部分报刊质疑他作为年轻男性却成功登艇，是否是推倒他人抢占副炉之位，是否违背了武士道精神。这些指控虽然没有实证，但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名誉。面对公众压力与官署内部的责难，细野最终辞去了公职。他于1939年病逝，享年68岁。自从生还后，他一直被冷落与批评。在他过世的几年后，他的长子曾试图公开日记为父申冤，但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直到1997年泰坦尼克号电影热映时，他的日记才被他的明星外孙细野晴臣再一次公开并展出，从而逐渐纠正了人们对他的误解。泰坦尼克号原设计可搭载超过3300人，这次首航实际搭载2200人，而它的救生艇只有20艘，仅可承载1178人，也就是说只能救人数的1半左右。而当晚真正成功放下的救生艇只载着705位生还者逃出升天。最先获救的是1等舱的妇女与小孩，部分受命操控救生艇的船员与几位行动迅速的乘客。在所有逃出的20艘救生艇中，只有第14号船回头救人，由伍夫洛威指挥。在确保艇上妇女与儿童被安全转移后，他挑选了几位体力尚可的男子划桨返回沉船现场。他们在一片死尸与浮木之中搜寻，最终从海中救起了4人，其中3人已无生命迹象，只有1人生还，他就是来自中国广东的方荣山，唯一一位从海水中被救起并生还的6位中国得救的乘客之一。他在落水之后是靠抓住漂浮的碎木才得以获救的。
其他5人则是在甲板登艇生还。14号艇也成为那晚唯一主动返回灾难现场的救生艇。除此之外，还有2艘原本绑在上层甲板的可折叠救生艇，因为来不及放下，被海水冲离甲板。其中1艘就是后来被称为 B 号的折叠救生艇。这艘艇并未正常展开，而是在混乱中翻覆后漂浮在水上。数十名落水的男子在挣扎中设法爬上了翻覆的艇底，其中包括四副伯克斯霍尔、无线电报员布莱德以及几名船员与乘客。总计约有30人在这一艘翻覆的艇底站立或跪伏，撑过了整整1夜的寒冷与黑暗。他们没有遮蔽物，也几乎无法动弹，只能靠着彼此的体温与意志力撑下去。最终在天亮后被其他救生艇发现并接应。他们的生还是那晚极少数从海水中活着被捞起来的例外之一，也让 B 号折叠救生艇成为这场灾难中最具象征意义的逃生方舟。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白星航运的名誉遭受重创，但从经济上来说，它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1914年，美国最高法院依据当年的海事责任法判决，批准了白星申请的将最高赔偿责任压低至约$91,000的要求。这意味着，哪怕撇开那些邮政财物与贵重珠宝不谈，单只看那遇难的1500位人员，每一条生命平均仅值$60，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一人$2000。为了再对比一下，泰坦尼克号本身的造价就要$750万，相当于现在的$2.5亿左右。这样的结果当然引发了道德与法律上的双重震动，数百名幸存者与罹难家属发起了索赔，总额高达$1600万。但白星航运始终坚持从法院获准的有限责任，不愿承认自身在安全管理上的重大失误。直到事故发生后的第3年，在英美的双法院协调下，白星航运最终以总额$66.4万，也就是今天大约$2000万，与大多数原告达成和解。尽管这个和实际损失比起来微不足道的金额为白星航运保住了财务命脉，却也让有限公司这4个字成为当时舆论谴责的焦点。今天的美国仍允许船东主张有限责任，但自从泰坦尼克号沉没后，人们开始明白，责任的界限不能只画在法律条文里，更应该画在良知与决策的起点上。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白星航运虽然胜诉，却在舆论和历史评价中被长期批判的原因。至于公司本身，虽撑过了这场法律风暴，却未能抵挡更大的浪潮。1934年，他与老对手快线航运合并，成为快线白星航运。到了1949年，白星这个名字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航线上。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事件直接把伦敦保险业震得七荤八素，那可不是小数目，光是保险理赔就超过100万英镑，几乎成了当时最大的保险灾难。赔得最多的就是伦敦的劳合社，这家100年老牌保险机构号称什么风浪都见过，但这次真的翻了船。这场灾难之后，整个保险业被迫大扫除。第一件事，他们不能再只听船公司自己说我的船没问题，验船、风险评估必须找第三方来检查，包括救生艇有没有配够，船员训练够不够，无线电设备是不是装好。第二步，该写赔钱规则，不再让一家保险公司单扛所有的风险，而是推动再保险制度，让多家公司一起分摊，一艘大船出事不会再把整个行业拖下水。但最根本的改变是这句话，从今天起，我们不只保船保货，我们也保人命。也就是说，核保人不再只问你船多大货多贵，而是要问你的船员是不是训练过，有几艘救生艇，如果今晚撞上冰山，你准备好了没有？保险业终于被迫面对一个以前常常假装没看到的问题，什么是可以承担的风险，
什么是不能推给命运的责任。其次是造船业，过去说什么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那只是白星航运自己的广告词。从此以后，密封舱的设计被彻底颠覆，防水闸门得真正做到密封。再来是无线电，你可能不知道，当时船上的电报员其实是外包人员，还会下班休息。泰坦尼克沉没的那晚，有几艘船根本没听见求救讯号，因为无线电关机了。这一沉直接促成24小时无线电手听制度，任何船都得全天候有人听，不能有空置时段。最后是法律，从此以后，救生艇不再是建议配备，而是强制配备。每艘船都要有名单，每趟航行都要上报，不能再假设大部分人不会用到。最后，这场悲剧促成了191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OLAS 的制定，该公约日后也成为了全球海事安全制度的基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那一夜，我们听闻最多的就是让女人和孩子先走的呼声。即使身为富豪，即使我有资源与地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很多人没有或没能优先逃生。我们总说那是个男女不平等的年代，但也正是这种不平等之下，社会期待男人承担起对女人与孩子的保护义务，男女各自履行角色责任，那是当时对体面与尊严最基本的理解。事故后，人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你是否活着，还有你是怎么活下来的。不是每个幸存者都抬得起头。今天，我们有更完善的法律，更合理的合约，更安全的保险，但反而很少有人因为不体面而感到不安。这场灾难已过100年，今天的社会，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诚实地说一句：体面还存在吗？感谢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风沉思，千红一哭，万眼同悲的泰坦尼克。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与我分享您的观点与看法，还拜托您动动高贵的手指，点赞关注我。下次让我们在风流中再次相见。